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如今38歲的趙麗穎，既有可愛的親和力，又多了歲月賦予的優雅。記得趙麗穎剛出道時那張圓潤的娃娃臉嗎？肉嘟嘟的臉頰，短圓的眼睛，笑起來像個可愛的團子，親和力十足，但似乎與時尚、高級這些詞不太沾邊。甚至在她職業生涯中期，當她拿到迪奧這樣的奢侈品牌代言時，仍有不少批評聲音認為她把大牌穿出了淘寶風，眼神裡缺少那種 high fashion 所需的貴氣和傲氣。然而10年過去，當年那個被吐槽土氣的姑娘，在38歲的年紀，反而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清冷、力量和優雅征服了眾人。她的變化遠不止變瘦了那麼簡單。趙麗穎的早期形象幾乎是傻白甜專業戶的模板，一部《杉杉來了》裡的薛杉杉，愛扎丸子頭，充滿正能量，被觀眾稱為甜妹界天花板。那時的造型常常圍繞着蕾絲、薄紗等元素，妝容全力往可愛風打扮，甚至用粗眼線和一字平眉來刻意強化無辜感。她閃現在頒獎典禮上，帶着少女的羞澀，雖然動人，卻總透着一絲局促。這種風格讓她迅速被記住，但也成了她需要突破的舒適區。她自己曾提到，別人都說我是圓臉，演不了主角，但她心裡憋着一股勁，別讓我抓住機會，一旦有，我一定會拼命地抓住。轉機的萌芽出現在《陸貞傳奇》和《楚喬傳》這樣的劇集中，陸貞的成長與擔當，楚喬的堅韌與不屈，讓觀眾看到了趙麗穎演技的另一面。戲外，最直觀的變化是她瘦了，臉部脂肪消減，下頜線變得清晰，原本被飽滿蘋果肌弱化的鼻梁立體度凸顯出來，整個人看起來清爽利落。她的妝容也開始轉向清淡有質感，細眼線替代了粗眼線，眉毛有了弧度，髮型趨於簡潔。她開始嘗試傲嬌大小姐這類角色，氣質上悄然褪去接地氣的標籤。但真正的斷層式蛻變發生在她結婚生子、產後復出之後。2024年對她而言是豐收年。憑借《風吹半夏》中的企業家許半夏和第20條中的聾啞母親郝秀萍，她接連將飛天獎優秀女演員、金鷹獎最佳女主角和百花獎最佳女配角等重量級獎項收入囊中。許半夏的圓滑老練、臨危不懼，與少女時期的怯懦可愛截然不同。郝秀萍全程沒有一句台詞，僅靠表情和肢體動作刻畫人物的悲慘與絕望。這些角色需要的不僅是演技，更是人生閱歷的沉澱。外在形象的顛覆更為顯著。她亮相東京電影節時，一身 Bottega Veneta 的2025未發布款套裝，簡約時髦，高級感十足。過往的甜美元素徹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大色塊、剪裁利落的禮服，或是結構感強烈的西裝。她熱愛健身，背肌線條明顯，肩臂形成好看的 T 字形，體態一天比一天出色。這種健康的瘦讓她能輕鬆駕馭運動休閒風。更重要的是她的神態，她拍照時很少在刻意甜甜的笑，多是淡淡的表情，身體姿態端莊含蓄，眼神裡透出的不再是我很甜，而是我能掌控局面的冷靜與從容。有分析指出，趙麗穎的骨骼優勢支撐了她瘦而不顯老態的面容，眼下和鼻基底的飽滿，顴骨恰到好處的支撐度，使得皮肉緊貼骨骼後，反而煥發出一種清冷感。這種氣質的轉變，絕非一朝一夕的包裝，它源於趙麗穎骨子裡的韌勁。她出身農村，中專學歷，做過銷售助理，這些背景讓她在演藝圈這個階層有些固化的環境裡，始終有一種不安全感。她曾坦言，其實在任何一個行業、任何一個圈子裡，你想做得好，
想要進步，就會沒有安全感。這種不安全感沒有擊垮他，反而成了他拼命的動力。最忙的時候，一年365天，他有360天都在拍戲。合作的經紀人稱他為戲瘋子，因為他聊的只有劇本。從花千骨的黑化到知否中明蘭的隱忍智慧，再到幸福到萬家裡和幸福的倔強，這些角色某種程度上都是他本人性格的映射，外表柔弱，內心堅韌。然而，當公眾幾乎要將堅韌定位他的唯一標籤時，他的選擇又呈現出複雜性。產後復出，他先接了仙俠劇《有匪》，被視作回到舒適區，緊接着又出演了現實題材的《幸福到萬家》，展現了轉型的決心。而後又被發現正在拍攝古裝仙俠劇《與鳳航》，這種在流量與實力、固有戲路與突破嘗試之間的搖擺，恰恰濃縮了85後花旦轉型的普遍困境與艱難。他們既渴望被認可演技，又無法完全割捨流量帶來的巨大影響力。趙麗穎在時尚 Cosmo 的採訪中曾表達過她的思考：我的理解裡，這種力量是擁有選擇和變通的智慧，而不是局限於一種姿態。她說，該強勢的地方要強勢，該鬆弛的時候就鬆弛，這是需要很強的智慧去駕馭的，我也還在摸索中。雙引號。如今38歲的趙麗穎站在鏡頭前，面容確實有了歲月的痕跡，比早年清瘦，眼神也少了些懵懂的光彩，卻多了許多無法言說的故事感。她不再需要靠粉底掩蓋紋路，而是留下了那歷經滄桑的分量。從那個被定義圓臉演不了主角的女孩，到如今手握多個重量級獎項的視後，她完成了一場漫長的小花轉正。有人感嘆她眼中失了往日光彩，但或許那消失的光是廉價的天真，而沉澱下來的是源自生命歷練的底氣與力量。當一個女性演員不再執着於少女感，她所展現的廣闊世界才剛剛拉開序幕。趙麗穎的這場蛻變，究竟是她主動選擇的成長，還是被動接受歲月打磨的結果？而那份她眼神中愈發清晰的掌控力，在賦予她全新魅力的同時，是否也悄悄關上了某些曾經為她敞開的情感之門？2. 沒想到，趙麗穎的休息日常這般接地氣。熒幕上的趙麗穎是知否中通透堅韌的盛明蘭，是風吹半夏裡敢闖敢拼的許半夏，始終以專注篤定的姿態詮釋角色。而卸下星光的休息時刻，她更偏愛與摯友相聚，在無拘無束的閒談中流露最真實、最鬆弛的模樣，讓這份接地氣的溫暖成為治癒人心的正能量。對趙麗穎而言，最好的休息從不是獨處靜養，而是和知心好友圍坐一堂的暢快閒談。沒有預設的主題框架，沒有工作的緊繃節奏，大家圍坐在一起，熱熱鬧鬧的暢所欲言，或許是分享最近吃到的美食，或許是吐槽生活裡的小瑣碎，又或是回憶過往的趣事，想到什麼便說什麼，言語間滿是不加修飾的真誠。那些嘰嘰喳喳的閒談，沒有華麗的辭藻，沒有刻意的迎合，只有老友間的默契與自在，讓他在忙碌的演藝生涯中尋得一份難得的鬆弛感。這份無主題的相聚，是他給自己的心靈充電。常年扎根片場，面對高強度的拍攝與角色塑造，趙麗穎始終保持着高度的專業與專注，而和朋友的閒談時光，讓他得以暫時卸下演員的標籤，回歸最本真的自己。在老友的陪伴下，他可以盡情釋放壓力，分享喜怒哀樂。這份純粹的友情如同暖陽，驅散工作的疲憊，讓他重新積攢起奔赴熱愛的勇氣與能量。趙麗穎的休息日常傳遞出一種溫柔而有力量的生活態度，在忙碌的生活也需要留出與摯友相伴的時光，再耀眼的人生也離不開平凡日子裡的煙火氣。他不刻意營造高冷人設，而是坦然展現自己接地氣的一面，
這種真實與通透，讓他在觀眾心中更具親和力。而這份對友情的珍視，對生活的熱愛，也激勵着更多人在忙碌之餘，珍惜身邊的溫暖，在閒敘暢談中感受生活的美好。從熒幕上的實力演員到生活中的率真好友，趙麗穎用鬆弛的姿態平衡着工作與生活，用真誠的模樣傳遞着溫暖與正能量。願我們都能如她一般，在追逐目標的同時，不忘擁抱身邊的美好，在摯友閒敘中卸下疲憊，在平凡時光裡收穫治癒與力量。